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的视频因为大佬喜爱，聊起被印度收购的法国百年品牌标致摩托。由于标致摩托和宝马、本田一样，既生产摩托也生产汽车，我们为了方便理解，只聊摩托车领域。首先，标致这个品牌一直以狮子为代表，是因为标致品牌最早做咖啡研磨机和锯片，这个狮子图案最早出现在锯片上面，象征锯齿的坚韧，刀片的柔韧如狮子的脊柱，钢铁的力量和切割的速度就像一头跳跃的狮子。后期狮子标志被延续至今，而且标致品牌成立于1810年，到现在已有211年。第一次做自行车在1886年，135年前，这辆自行车的名字叫大 B。第一次做汽车在1889年，132年前，起初是蒸汽动力3轮汽车。1890年开始用了戴姆勒汽油发动机，改成了4轮汽车。第一次做摩托在1898年，123年前。最早的摩托车就是大梁下面放个油箱，大约能装5升燃油，然后脚蹬前面放一个198cc 1.5匹单缸发动机，可以脚蹬启动，可以推着启动。没油的时候和自行车一样可以骑行，而且它的后牙盘和车轮大小差不多，因为马力太小，大牙盘可以获得更好的扭矩。1903年从 1.5匹升级到了 2.0匹。1905年推出了45度微缸发动机，据说45度微缸世界首创就是标致摩托。微缸发动机更新换代到了1918年，当时最高时速125公里，最大排量330cc。从1927年到1929年推出了10款摩托，从 P101 到 P110，有2冲程 175cc、4冲程 250cc、350cc， 而且造型也越来越漂亮，有了3速变速箱，有了摩托雏形。但是法国标致还是比较落后，因为在1905年开始，柯蒂斯已经有了直列4缸、微型8缸摩托。这个期阶段，德国摩托比较厉害一些，全世界至少有50家以上的企业拥有4缸摩托，甚至 V6、V8 摩托最高时速在220公里以上。我们此前发视频专门聊过，也可能标致摩托比较倾向于小排量。后期从1933年 P51 到1946年 P55， 标致摩托最大排量也没有超过500cc。1931年开始，标致推出了小排量轻便摩托，但是直到1951年才看到了更现代的雏形。1939年，为了提升摩托车承载能力，推出了倒骑铝可拆卸且置物槽，主要是为了方便搬运货物。这个设计从1939年用到了1958年。1953年推出了 S55， 1955年推出了 S57B， 称之为大头皮鞋踏板摩托。直到1957年推出 S57C 就没有这么怪异。然后1958年又用 S55 做了一个倒骑驴。1969年推出了103轻便摩托，从1969年到1974年累计售出55万辆。后期1975年推出了 S5， 1978年推出了 S8 的排量 80cc， 主要供军队使用。1980年开始做越野摩托，主要与日系摩托竞争，先后推出了 TXE、TXB， 结果全部惨败。1983年开始，标致用了本田的机械师，推出了 SC、ST 踏板摩托。1985年仿造本田，推出了 X125， 结果惨败。从此以后，标致摩托只做踏板车，推出了 SV 和速展系列。1996年推出了电动摩托，使用各镍电池，好像并没有售卖，因为技术不成熟。97年发布了速战第1代，98年发布了爱丽舍，01年发布了卢克索，02年发布了带 ABS 的爱丽斯塔，03年发布了卢迪亚斯，06年与中国轻骑合作推出了卫星踏板，包括城市之星和大都市。2014年被印度马亨达收购了51%的股权，同年推出了江革和新速战。2019年马亨达全资收购了标致摩托，所以你以为是法国风情，实际上是印度孟买风情。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印度，印度是世界第1大摩托生产国，我们此前发视频专门聊过。标致目前国内在售的有4款车型，分别为速展系列15000多，江革150 2万左右，这个车很火，城市之星26000多，还有标致大都会12万左右，而且标致摩托工厂在山东济南。视频最后不是标致摩托不行，江革150在国内外评价都很高，
好，主要是日系摩托从1965年到2008年，在世界各地疯狂输出，无论价格、实用性、耐用性、速度，都让欧系摩托难以招架。这个期阶段倒闭变卖的厂家非常多。其实欧系摩托有性格也更暴力，日系摩托相比来说好上手一些，没法评价谁好谁坏，看个人喜欢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